其中的一个毕业生，他现在就是在美国西雅图的 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迪基彭理工学院学游戏设计。我不知道他的专业排名在全美排前几，反正至少有前5吧，可能前3。这个学校的创始人是任天堂美国的联合创始人还是什么的。对，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初2就已经离开传统学校了，他也是深圳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当时。然后他休学之后，在家里面自己待了差不多2年多3年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NSL。今天我们的采访人是先锋安格社区的创始人 Amanda， 然后我是采访人 Yuki。Hello， 大家好。先锋安格社区是一个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社区。然后它之所以叫学习社区，不叫学校，就是我们从这个物理空间上，学习内容上，还有师生关系上，它都是跟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在重新定义学习这个事情。就听到这儿你会觉得它可能既小众又奇葩。什么样的人会来这样子的地方呢？或者什么样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来这样的学校呢？重点来我们这儿的孩子都是已经不上学了。就他是已经离开了他的传统的学校，来我们这个学习社区，进行他的这个全日制的一个学习。可能大部分在别人看来都是不适应传统学校的问题孩子，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其实是更早觉醒，然后更有天赋，而且特别具有勇气的一群孩子。然后他们可能在12、13岁、14、15岁，甚至可能是17、18岁，高考完上大一之后，发现了自己。其实在过去的这个10几年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去生活这个发现可能是源自于某一次很重大的挫折，这个挫折把他击倒了，然后他没有爬起来。在别人看来他可能是在逃避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他好像是终于开始直面自己一直过去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空间去面对的那个问题，我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在爆发了这种厌学的情绪，甚至可能严重到有抑郁症之后，他们的父母不得不允许他们暂时的离开学校，然后可能是在家里休息，可能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治疗还有康复等等。然后当他们做好准备再重新进入到一个同龄人社群进行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会选择来先锋安格社区。就是为什么想要去创建这样一个社区？其实我们最开始不是做全日制的，我们最开始是做那个只是用课外的形式在做教育。那个时候我刚刚从那个投资银行辞职，那时候单纯的只是跟几个合伙人觉得现在的这种体制内教育，它对孩子的这种软实力完全没有在关注，更不要说培养了大部分孩子都是在卷这个成绩考试，然后好像在学校里的所有时间，就成长里面的所有时间都在为怎么样考上一个好大学而努力，然后没有人在提供一些机会或者一些时间的内容去帮助青少年们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创造力这一些。所以一开始我们是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间做这样子的一些假期活动，然后通过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这样的实践项目的活动去让孩子们既能够真实的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得到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创造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的锻炼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在2016年你现在听起来好像这是个好正常的教育产品或者事情，但是在当年还是会有很多人来问我们，他们不明白甚至不理解为什么会需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子的一个课外机构。他们会觉得课外机构它要么就是补写作对，奥数，或者是跟考试相关的然后最多家长问我们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事情对孩子最大帮助是什么？我们说那提升这个他的沟通能力、修能力就是这种软实力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但在当时的家长的认知看来，好像这个跟学习成绩比起来好像都不算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过了8年后，现在就是在青少年抑郁症大爆发的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没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了。最开始我们是做那个，然后大概做了3年左右，
我们就碰到了我们的一个学生，就他是我们从最开始办第一个冬令营就开始跟着我们学习，然后每个周末都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是在深圳最好的中学的最厉害的班级，就是竞赛班，就相当于是全深圳你可以理解为小升初最厉害的那50个人的其中一个。他突然间休学了他甚至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休学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休学不是那么的火，就不像今天这么的常见。他就是突然间不上学了，就是不肯上学。有一天早上走到家门口，把书包一扔，回到房间，把门一关，就再也不肯出来了。他的这个选择或当时的那个行为，对他的当时的老师，然后他的父母，包括对我们，都挺惊讶的因为好像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为什么一个就是学习成绩那么好，就他在那个体制里，他也不是不适应或者卷不动，因为他成绩很优秀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会突然间，就是你这游戏你玩得很好，但你突然间弃游了，不玩了不理解为什么。但那个时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触动所以当时他妈妈就找到我们的求助。接下来的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吧，那个孩子他还是没有去上学，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出家门，除了来我们这儿参加周末活动的时候。所以当时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们周一到周五也是一个学习中心，或者也是一个他可以来的地方就好了，这样他就有一个选择，他不用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只能够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只有周末这个有活动了我才去但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已经被鼓动了很久，就是成都的那个先锋学校，我们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他们是从就刘校长就创始人刘小伟老师从这个98年就开始用这种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在带学生，然后12年的时候他们在成都已经有实体校区了。所以那会儿我们做这个理想堂，就是我们的课外机构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鼓励我们说，你们应该转为做全日制，因为你们团队有这样的基因然后你们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一切都是现成的然后这个也才是现在的孩子们需要的但我们就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但我觉得刚才我说的那一个学生的那一个转变，好像给了我们一个当头棒喝，让我们真的去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也许真的是我们该做的和也是我们能做的。理想堂转型在做到安格的时候，这个转型的这个过程是成都先锋完全来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成都先锋的一个深圳分校。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两边的运营是完全独立的，就它不是一个集团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我们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能够互通有无，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导师是可以更容易的交换或者是很多资源上面都可以直接共享。成都和深圳两个校区的学生的毕业的那个通道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您是为什么放弃了金融而选择了去做教育这个事业？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我还是一个更能够从和人的这个链接当中去获得价值感的这么一个人吧。面临休学的小孩想要过来的话，那他可以从你们这整个社区里面体验到什么呢？自由，100%的自由唯一的前提就是你不能够影响别人，那当然你也不能够违法犯纪你的自由不能够影响别人的自由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青少年，你在这里做什么都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这个玩游戏我们是真的是没有限制的玩游戏，包括说这个学习的形式内容时长也是完全大家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所以当我说这个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有孩子他是现阶段完全不想学习就是我1节课都不想上，我就只想在这儿玩游戏，也是 OK 的我们的教育目标其实就是5会，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学习，然后学会沟通，学会合作。可能是用他参加一些选修课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选修课呢，其实就是导师们提前设计好的，提供给他们的一个长期的有固定频率的主题活动，每周1到2次的甚至可能3次这样的频率。它更像是课程的这种概念吧，但其实它这个形式也不是很课堂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项目，有的可能是大家一起讨论，有的可能确实也是有导师在上面讲，大家在下面听，就是形式很多样的。但是对孩子来说，这个可能是最接近他们所理解的课程的定义
就是我有个那个时间表，我知道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它有个固定的频率，我去那儿东西就会发生然后这是一种我们想要给他们提供的体验。那还有一些呢是更松散一点的，但是也是固定频率的像社团这种，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王者荣耀社团，有英雄联盟社团，有这个日本麻将社团，还有漫研社等等等等，这都是围绕孩子们本身的兴趣出发的。比如说这个学期我们王者荣耀社团要实现什么样的学习目标，然后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制定这个学期社团的规则，是由学生们和导师一块商量的。所以它跟课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由一个导师去主导设计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一次性的活动比如说我每个月会带学生们去香港的画廊去看艺术展，我每个月也会邀请一个从外面来的各行各业的人来给学生们开个社会认知讲座等等等等，就是它这种更多的就是每一次是单独的，它不需要连贯的然后这也是给他们提供的一些体验。还有呢就可能是更没有结构的就是像这种项目个人项目的形式，比如有的孩子他以上3种他可能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可能有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他可以去发起这个个人学习项目，他来定这个项目的学习目标是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然后要怎么做，每周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其实无论他在做什么，你都可以把他就是从刚才我说的那个舞会的那个方式引导他去思考，然后让他在这个体验里面去理解自己。但比如说疫情的时候这也就不能用了我们22年差不多1整年基本上没有办法完全开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用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用其他形式组织大家去学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就是这个物理实体它其实它重要，就它重要在于它的这个存在本身对大家的体验，对大家理解这个事情，对大家从中获得这个对自己有帮助的那些部分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又不重要在于就是我觉得安格的这个精髓真的不是在于这个物理空间，而是在于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有另外一群人他相信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也愿意就是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我知道就是安格现在已经在排队入学了，那么从0到1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前期的一些学生是怎么样被招募进来的呢？生源的方式其实就是口碑，就是我们没有花钱做过任何的品牌投放或者是广告宣传这一些。最开始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课外机构嘛，所以其实本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学生群体，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在传统学校上学，有很多也其实没有遇到说厌学休学的问题。他当时是知道我们课外机构的这老师他们转而去开这全日制学校了，他们就几个就退学来了。然后也有那个成都先锋的当时的那个副社长带着5个学生来深圳游学1个学期这样。然后本身成都先锋他其实他有他的口碑所以可能本来也许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华南地区的这些家庭本身在觉得成都太远了，在犹豫的没有把孩子送去的，然后一听说深圳开了一个分校所以就会把孩子送过来。那这些学生的升学之后大概都去了哪里了呢？先这样子说我们这个毕业的定义是由学习者自己去定的，就是他觉得自己想要去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然后找到目的地了，然后他也做好了准备，他就可以毕业。所以拿毕业证的方式不是通过考试，就不见得是非要通过考试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学生还是继续学习嘛，所以要么是去读大学，或者是回到国际高中或者传统高中的都有然后也有一小部分他是毕业之后没有选择继续学术学习所以他可能会进入到社会工作。比如我们今年寒假就是今年春天刚有个毕业生，他是江浙一带的人，他想要回去开一个民宿，所以对他来说他的毕业就是我在这里完成了对自己要不要上大学这一个事情的决定，然后我对我自己的了解然后我决定我不要去上大学了，我想直接就是进入到社会里面工作然后去尝试创业然后也有这种。然后我们成都校区也有拿了大学 offer 去但没有上大学而是去玩乐队的，去玩音乐的也有
啊，我们校区也有拿了大学 offer 没有去读大学，然后去上海当了时尚模特的，更多部分呢还是去读大学嘛。然后因为成都先锋它已经做了20多年了嘛，然后过去20多年也送了300-400个孩子去美国，然后其中有19所大学，因为可能我们每年或者每隔2-3年都会有学生去他们那儿，所以就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口碑，所以他特别喜欢和希望我们的学生去他们的学校，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推荐机制吧，就基本上只要我们推荐，大学都会给他们发 offer， 当然前提是英语要过关，在我们的这个评价里面，学生确实是具备了独立生活能力啊、学习能力啊、思考能力这一些，而且他们一般都会给我们的学生至少1半的奖学金。我们18年3月份开的嘛，安格，然后就是第一批的学生里面，其中的一个毕业生，他现在就是在美国西雅图的 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迪基彭理论学院学游戏设计，然后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完全针对游戏设计行业的学校，就它总共好像就4个专业，游戏设计，策划意义的那种，然后还有游戏的编程，然后音乐音效，还有游戏视觉美术，就他整个学校就是在做这些的。然后我不知道他的专业排名在全美排前几，反正至少有前5吧，可能前3。这个学校的创始人是任天堂美国的联合创始人还是什么的。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初2就已经离开传统学校了，他也是深圳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当时。然后他休学之后在家里面自己待了差不多2年多3年的时间，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 Minecraft。然后他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对他来说，我觉得对他自己讲，他不是网瘾少年，他没有在沉迷游戏，他其实一直在游戏里面，他是真的获得那种心流的体验和感受。然后他是通过游戏找到了一个自己想要为之奋斗的，或者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领域，就是游戏设计。就是他在家休学，一直到我们安格一开，他就来了。他来安格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 Minecraft 里面自己做，就是自己学习编程之后做整合包了。他在安格也没有选任何的选修课，他就是继续在玩他的游戏，做他的整合包，然后通过游戏学习编程。然后他一开始也没有觉得非要上大学，因为他觉得我做一个游戏设计师，那时候大家对，包括我们也是，当时其实对高等教育里面能够对游戏设计这个行业提供什么样的学术学习支持，我们也其实不太了解。他也会自然的这么觉得说，上大学学的很多都是可能跟这些无关的东西，而我只是想做好一个游戏设计师的话，我可以就自学。他已经通过自学实现了很多了嘛，我可以继续自学，然后我只要加入到一个就是有足够赏识我的独立游戏工作室，其实我就已经可以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的爱好感染了很多人，所以当时在安格发起了一个安格游戏制作社，他是擅长游戏编程的嘛，然后还有擅长这个写故事写剧本的，然后有擅长画画的，所以大家一起凑成了一个游戏制作社。他们真的制作了一款小游戏，然后做出了 demo。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社会导师，他就是开游戏公司的，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到那个社会导师的公司里面，请那个导师给他们的那个游戏 demo 做一个试玩和点评然后所以他们就跟就是真的做游戏行业里面的人交流，然后就有孩子去问他们说，所以像暴雪啊这些他们特别喜爱的游戏工作室，他们都是更喜欢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 Ivy League 的学生吗？然后游戏工作室的那个负责人就跟他讲其实并不见得反而是有那么一些专门针对游戏设计行业的理工学院里面出来的毕业生，他们是更喜欢的。然后其中就讲了这个迪基彭理工学院。然后这个孩子他就回家去搜索去了解，当时就是有了一个对大学从一个觉得不需要到了一个有点好奇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刚好紧接着那一年的下半年，我们组织了一次美国游学。就本来我们每2年都会组织一次美国游学，是带所有在考虑升学的孩子去美国访校的就大家去看自己想要上什么样的大学，然后想要学什么样的专业等等。然后他就也报名了这个游学，但是他的目的就只是想在我们去西雅图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看这个迪基彭理工学院。
所以他们就自己联系那个学校，我们都没有去帮他们联系，他们自己给学校发的邮件，然后约好了去看的时间，然后到那天我们就去看了，然后看了之后大家都非常的惊喜。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子的，说哇，这不就是安格吗？就是那个大学的那个方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传统的大学，那边的孩子从大一开始就要组队做项目，就要上手，它不是4个专业嘛，这4个专业拼在一起正好就是个游戏工作室啊，大家就从大一开始就要实践，你就要开始去在真实的游戏制作当中去学习，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也非常喜欢，他当时就立下了目标，说我要回来这里读大学，所以他从美国一回来就开始投入到英语的学习里面，准备托福，然后半年就拿到了托福就过关了，然后提交了申请，也拿到了 offer， 然后就去了，然后他现在读大4，然后他的这个成绩就是 GPA 好像是破了他们系的历史，就他是全满分，就连续这多少个学期了都，对，就是全满分。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就他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确实是很特别的。但是从他和其他毕业生，当中，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共性。这个共性就是他们都好像在大学里面，因为有个更稳定的自我的内核，所以好像他们就是学习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难。但是好像他跟我们在很多新闻里面看到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那一种 suffer， 不是一种状态。我自己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上大学前真的玩够了，就是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大部分都是已经厌学了，是他已经主动选择离开学校，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再逼他们回到一个传统学校，除非他自己决定想，就除非他自己愿意。所以对于这些真的迈出那一步去准备英语考托福去美国上大学，就面对这么多在异国他乡生活困难的孩子来说，这真的是他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才会去，不然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因为他就修过一次学了，就是他不需要再去逼自己回到一个他不想要去的环境。就他们真的不想的话，真的没有人可以逼他们。所以我觉得是这种笃定让我们的孩子，就让从先锋和安格毕业的孩子，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好像有个更稳定的内核，然后这个更稳定的内核、更牢固的这个自我，帮他们去面对，在留学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就是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毕业生，就是刚刚2周前采访完他，然后他就分享完他这个重构自我的这个历程之后，我就说太棒了，你再也不会被任何东西打败了。他说不，你说错了，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还是可以很轻易的把我打败的，但是我再也不怕被打败了，这个才是重新建立的那个自我。您觉得重构自我是有方法论的吗？就是安格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教会孩子如何重构自我，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从金融转行做教育创业的初期，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在旧的那个价值体系里面继续叠加那一个自我的过程。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阶段的我其实还是蛮觉得荣耀的，那个荣耀好像来自于我知道我要做对的事情啊，我要做一个利他的人呀，然后我不想要做金融，我不要这个光环，但是我在追寻的还是另外一个光环。做安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嘛，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我觉得是这些一个个的挫折一点一点的把我过去的那个旧的自我敲碎。就好像当我把所有过往外界除了我之外的外界覆盖在我身上的那一些标签，那一些光环，那些东西全部抛开之后的那个我，在破碎的同时，就是个旧我破碎的同时，一个新我就开始建构了，好像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真的那个自我的搭建。做这种教育，它的天花板就是它上限可以到很高，但是我想知道那些就是平均水平的学生，那最后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出路？就是你要说按这个普世价值的硬指标来看，他们成绩 GPA 都很好，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是真的有一种怎么讲呢，内心的稳定，
然后在追求自己现阶段想要去实现的一些目标的这个状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 Amanda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有兴趣先锋安格的朋友，欢迎关注他们的公众号。有兴趣我们 NSL 创业平台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